贵阳本地人生意最火爆的牛肉粉店，每天只开几个小时，不做下午晚上。基本来吃都要排队半小时，那跟我来看看味道到底怎么样吧。难吃我肯定骂。今天这个粉店我以前就吃过，贵阳有名的我吃过10多家了。贵阳的牛肉粉整体水平下限都高，我没吃过勾兑的和冰冻牛骨头熬汤的。很多城市冰冻肉当牛肉浇头熬汤已经是一个城市的基本，也怪顾客不挑剔。我说话是难听，但是是事实。只有顾客提高审美不吃，才可能不用冰冻肉。是哪几个成分我都不想说了，说了又被骂。现在贵州牛肉有点名气，游客太多，很多牛肉火锅也开始用糊弄的肉。下次牛肉火锅视频再说了。我就说2点：一，吃完身上有没有火锅味；2，牛筋牛杂仔细吃有没有腥味。他们家牛筋味道跟其他店是不一样的，10点多去加筋这个选项就没了。他家没有连锁店，就亲戚开了一个分店。大众点评那些文字游戏的店跟他家没有关系。看你们饺子，一碗炸肉夹肚，一碗炸肉夹筋，没得筋的现在。没得筋头，一碗加肉，一碗加肉夹肚，一碗加肚，一碗加肉夹肚。找哪点来？2面都可以炒，你看哪点方便就找哪点。好多？40啊，40。一碗加肉，一碗加肉夹肚。来这里，你的加肉加肚哈。花椒、大蒜、胡辣子都是标配。我这桌好像没胡辣子，我还是吃什么都不加的，就这样比较好区分这些店的水平。记得千万不要加醋和酱油这些液体调料，很容易把汤的鲜味加没了。很多人习惯加醋这些，是因为一直吃的店水平太差，形成了不加确实没有味道的习惯。我现在吃高水平的店，基本都是什么都不加，就吃默认。如果默认都做不好，那水平就挺差的。这牛肚太绝，嫩的完全没腥味。如果你长期吃内地的牛肚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牛肚是软嫩的。他们家的牛肉相对其他家纯瘦肉的部位也要嫩一点。我没吃过牛肉比他家好的，就在贵阳这个地方了。现在就说缺点，细粉有点不像鲜米粉，有点像泡的米粉，口感有点差，在对阳第一梯队粉店算最差的。我再加一点灵魂花椒，我不敢加多，我怕毁了汤。他们家的温度是贵阳我吃过最高的，虽然碗没烫过，但你们可以摸一下，碗的温度巨烫，老板是思考过碗的材质的。我吃过几家贵阳的，老板肯定没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任何国家、任何省份，顶级的店都有很多客观共性。我个人建议，如果外地人吃的话，别吃酸粉。酸粉不是酸的，是材质更像米，很实，我吃不惯那种实的感觉，口感吃着特别奇怪。他们家的酸菜也好吃，完全不像酸菜，像带一点酸味的新鲜蔬菜。全世界我吃过好的腌菜类的，就做得好的都是不过咸不过酸，就这些都是共性。太咸太酸的基本都是超市大货，保质期很久的。他们家的牛筋也是我吃过贵阳牛肉粉里最好的，做法也跟其他家不一样，是单独做的，有点像红烧的做法。其他家的牛筋都是和别的牛杂一起做的。我之后还会出个2、3家贵阳牛肉粉的视频，那些也是名店老店。
单牛筋的话是完全吃不成。这家的粉和牛酸菜每一口都有，吃着很幸福，汤汁挂在粉上很鲜甜。我都喜欢横向对比，另外几家的汤吃着更平淡，而且他们家最神奇的点是，汤挂在粉上味道是鲜甜的，单独喝汤是好喝的酸汤。我之后会把这个店的食材评为高级的食材，虽然这个牛肉在我的评价体系里单价达不到高级的食材。我想了一下，为什么中国的好牛肉卖不到日本那些几百块一斤？因为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和观念，还有一些食材产地好的工资收入平均不太高。就好比你现在想200块买一只活的真正的农村走地鸡，上海不好买。我说的是真正的200块一只的鸡，上海随便买，但我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走地鸡。真正的走地鸡很多地方都是留着自己吃了，你买不到，本质是市场价格还不够合理。当一只真正走地鸡价格回归到它真正的价值，我就随便说一个高价，你就比如说如果800块一只，那肯定买不到。我也不知道就到底值多少，反正现在肯定是给的钱不够合理，所以你买不到。同理，现在贵州流通了一些价格低价值高的牛肉，他自己肯定吃不完，而且还有那些便宜牛肉做影响，所以你买到稍微价格高一点，你是能买到比它价值高的牛肉。所以这个牛肉虽然价格不高，但我还是从它的本质把它定义为高级食材。说个最简单好理解的，我在上海出50元一斤的价格，吃不到口感味道跟它一样的。这个同样也是新鲜牛肉的价格，但吃到的味道就好很多。所以贵州吃粉的人全都是在占便宜，我这碗23，那么多肉吃不完的高品质，绝对划算。我觉得它在上海的合理价格是，就这个品质应该是150元一碗，别骂我。他们家的牛肉粗略吃跟贵阳其他粉店的差不多，细吃是区别很明显的。所以建议你们来贵阳吃他们家，也喝喝汤，粉相对贵阳算差的。日本牛肉虽然入口即化，油脂香味，但中国好牛肉也有牛肉特有的香味，而且牛杂特别软嫩，也很香，很顶。我总结一下，牛肉牛杂食材好，粉差汤好，汤的味道多元化鲜甜。他家反正现在味道顶，以后万一被资本盘下来，难吃也可能。我以前爱吃的长旺面、豆米火锅已经被资本盘下来了，都10个以上连锁了。评分等级6，4颗星，高级的食材，专业的技术。